蓝湛，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和一个人在一起，我肯定不会放弃的。魏无羡又瘦了一边，摸摸他身上的狐狸毛坠子，突然身体一暖，一个踉跄，那金芍药居然就到了自己眼前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朵泛着金芒的粉琉璃吗？好漂亮，要是能戴在蓝湛头上肯定好看。魏无羡小心摘下花捧在手心里，想着他也悄悄画过一副蓝忘机，最后坏心思的给他耳边加了一朵花，没成想竟应验了。魏无羡把花收入乾坤袋中，看着脖子上挂着的狐狸毛坠子，狠狠亲了一口，又塞回了衣襟。我还是换件衣服吧，万一回去撞见蓝湛，这一身伤被他看见了肯定要生气。魏无羡看着自己身上的大小伤痕叹了口气，还是找个机会偷偷去泡泡冷泉吧，伤好了就不容易露馅。魏无羡觉得自己真聪明，父母去天界定是有要事相伤，而且天界的时间与人间不同，估计就算说个话来回也得半个月了，他一定要在半个月内把他的狐狸哥哥拿下，这次顺便就把婚事定下来。魏无羡草草地换好了新衣服，确定看不出什么，这才蹦蹦跳跳下了山，顺手还采了不少花。山中无日月，当他跑下山的时候，看到那一抹白影，才惊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。蓝忘机看着一阵风跑到自己面前，扬起大大笑容的魏无羡，他眼睛里自己的倒影是那样清晰，仿佛看到自己就是最高兴的事，到嘴的训斥竟一句也说不出来。蓝湛，你来接我啦！魏无羡龙尾巴都冒了出来，看着天色似乎也没多晚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蓝忘机看他衣服干干净净，与出门穿的那件截然不同，估计他是滚了一身草屑什么的衣服脏了，摸摸他的头道：你已经出来3日，我也探不出你的方位，你是误入了何秘境？魏无羡张大了嘴巴：3日？不会吧？我怎么觉得也就几个时辰？蓝忘机更加确定他是误闯进什么秘境之中，所以自己才感应不到他的具体方位。好在他没有发觉魏无羡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便在山下一直等他。你受伤了？蓝忘机轻轻碰了碰他的小脸蛋，上面有一道浅浅的血痕，像是被树枝划伤所致。魏无羡赶紧捂住自己的脸，没事没事，不小心的。我衣服也被划破了，所以才换了一件。嘿嘿，蓝湛，我饿了，我还想喝天子笑。蓝忘机冷声道：受伤不可饮酒，就这么点小划伤而已呀。魏无羡完全忘了自己其实身上早被抽得一道一道的了，一心想着他最爱的天子笑，还盘算着是不是把蓝忘机灌醉好，问问他对自己是何看法。不过蓝忘机依旧没有同意，你入了秘境3日，还是好好休息，用些清淡的，过几日再饮酒。魏无羡也怕万一喝了酒伤口严重了会被发现，只好嘟着嘴跟在蓝忘机后面同他一道御剑回去。蓝忘机见一向希望自己骑在他龙背上的魏无羡居然没有化为龙形，心中暗暗在意起来。呼，蓝湛去见他大哥了，估计好一阵才能回来，我赶紧去泡泡冷泉。爱晚上睡觉生怕身上的伤被蓝湛发现，昨天都没和蓝湛睡一张床，太不划算了。今天一定要往下潜一点，争取也和那天一样泡一次就痊愈。魏无羡衣服脱了一地，指着里衣扑通跳进水里，想了想又变成小黑龙，一个猛子直接扎了进去，忍着冰凉刺骨努力往下游。谁知游了很久却并未发现上次那闪着冰蓝光芒的东西，魏无羡很是奇怪，忍不住又往深处游了游。咦，这好像是个什么阵法，似乎可以连通到另一片水域。魏无羡拿出随身带着的小龙珠照明，清晰看出了水底岩壁上的那个鲜红的法阵。这好像是很高深的法术啊，而且不是在这里画的，而是从另一边画的，是有什么人要从对面过来吗？魏无羡从小就对符咒之类的很感兴趣，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。不行，如果是坏人想要从那边过来，这里是云深不知处的后山，完全可以避开山前的阵法，若是被坏人神不知鬼不觉的侵入，可就糟了。我要回去告诉蓝湛。魏无羡心急如焚，龙首掉头就要回去，谁知忽然听到一声可怕的怒吼，那鲜红的阵法中随即出现一张带着獠牙的血盆大口，一下便咬在了魏无羡的龙身上，直接将整条龙都拖进了阵法中，消失不见。还是忘机，近期要小心在意，温家长老会似乎想要对云深不知处动手，
我们要多派些人手进行夜巡。蓝曦臣脸色十分严肃，还好我们发现的早，而且已经去告知父亲，想来天界很快便会插手。不知可有具体措施，他们想要如何动手？蓝忘机道。蓝曦臣摇摇头，这个不知，似乎想要从我们内部造成一些动乱，可我们从上山开始层层阵法，防范极严，实在不知他们要如何做。不过忘机你脸色似乎很是苍白，你受伤了吗？并未。蓝忘机道。他还没说完，突然脸色一变，魏婴。蓝曦臣见弟弟脸色突然差成这样，还未来得及询问，便已经看不见弟弟的影子了。哇，好大的王八！魏无羡有龙鳞保护，也不怕这么被咬，很快缩小了身形，便从血盆大口中逃出，飞到空中看着水里的这只巨兽。小黑龙飞到另一边查看地形，发现这里是个密闭的山洞，洞口似乎被什么阵法给封上了。他试了几个方法都没办法冲开。咦，这大王八怎么不过来攻击我？小黑龙发现自从自己脱离了那血盆大口后，这凶兽似乎被什么定在了原地，无法离开似的，于是又飞回去。可是他好像把那个通向冷泉的阵法挡住了呀，我要怎么回去？蓝湛发现我不见了肯定会担心的。小黑龙着急得不得了，喷了那巨兽好几次龙息，想要激怒它离开原地，好趁机冲入阵法中回去。你这个大王八，看着这么大，估计也有几千年的修为吧？会说人话吗？你在这里有什么企图？是不是想要伤害云深不知处的狐族？魏无羡怒气冲冲地朝他龙吼一声。不过这般巨大的王八，似乎有点像四灵之中的玄武神兽，却感觉有点不伦不类，眼中也全是暴力，只有兽性，并没有正常的心智，连人形都不会画。难道是娘说过的那屠戮玄武吗？我记得当年蓝湛家的祖先也曾参与围剿过这种妖兽，应该已经全部灭绝了吧？这里怎么会有呢？魏无羡想到那些描述屠戮玄武有多可怕的传说，心里更着急了，生怕他进入阵中，入了云深不知处，愈发想要将其赶离阵法。魏无羡想了想，一声龙吟，身体变大了好多，将那屠戮玄武牢牢缠住，就要往旁边拉。这一动作终于激怒了屠戮玄武，巨吼过后，那双血色的眼中煞气大增，也变大了好几倍，口中巨大暴突的獠牙一下子就要狠狠咬在了魏无羡的身上。啊！魏无羡见躲不过了，想要硬扛这一下，反正也不再要害，但是若是等他逃脱跑去冷泉那边就不好了。魏婴，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身体就被毛茸茸的大尾巴包裹住，他完全没有反抗的随着那尾巴而去。然后就听到一声刺入血肉的声音，蓝湛。魏无羡顿时肝胆欲裂，他知道没有受伤，屠戮玄武皮糙肉厚，自己都没有找到要害，那就只能是来救他的人受伤了。蓝湛你怎么样？你回答我呀。无妨。白色的九尾狐接到小黑龙后，9条尾巴钢鞭似的狠狠抽在了屠戮玄武的头上，将其狠狠拍在岩壁上，正好砸向了那个血红的法阵之上。